随着我们年龄渐长，经历过生活的风风雨雨、人情冷暖，难免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：有一个心灵契合的朋友，交往自在，不离不弃，是多么难能可贵，又是多么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呢？苏轼文采飘逸，为人洒脱，又颇有风趣，所以交友甚广。不过经过乌台诗案，苏轼死里逃生，还差点丢掉了性命。而周遭的朋友不是被牵连呢，就是落井下石，要不也不敢跟他联系了。苏轼呢，就成了孤家寡人了。刚被贬到黄州时苏轼呢，作为一个犯官，身边那是十分的萧条，身影那是十分的孤独。一天，正走在路上，从前方走来一人，头戴一顶四面方方的高帽，手持竹杖，眉宇间还散发出一股英气勃勃的神色。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双方都愣住了。苏轼想起来，哎呀，这不是我的老朋友陈继常吗？对面那人呢，也似乎认出了苏轼，哎呀，这不是名满天下的苏大学士吗？这陈继常是谁呢？是苏轼曾经的老对头陈希亮的儿子。要知道苏轼那可是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，眼见天下无一不好人。如此豁达的苏轼，怎么就跟陈希亮成了对头了呢？这个事儿还得从头说起。苏轼初出茅庐成为大宋100年未见的制科考试第1名，名满天下。不过此时的苏轼还是有点骄傲和小脾气的。苏轼的第一个官职呢，就是被派到了凤翔府当了个判官。虽然工作出色，可是偏偏呢不受自己的顶头上司陈希亮的待见。这陈希亮为人刚正不阿，严惩贪官污吏，是个王公贵族都忌惮得住。在陈希亮的眼中，苏轼这个旷世奇才不过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。所以对苏轼是非常的严苛，甚至到了压制的程度。一天呢，一个小吏见到了苏轼，老远打了个招呼，叫道：“苏贤良。”陈希亮听到了，很是不满。不过是个判官，哪里就配称得起贤良了？然后呢，下令用杖刑把那个小吏打了一顿。自打这之后苏轼对陈希亮那是颇有意见，一肚子的火。当个大脚的官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也太过分了吧！后来陈希亮翻修灵虚台，让苏轼呢写篇题记。苏轼借机在文中讥讽：“兴衰交替，无穷无尽。”意思就是说别看现在是高台，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变成荒草野地呢？暗指着灵虚台尚且难以长久，何况你这修台人的功名地位呢？谁知陈希亮看后呢，非但没有计较，还一字没改，直接刻在了灵虚台的石头上。后来苏轼屡遭构陷，想起陈希亮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当年是年纪轻轻就万众瞩目，难免气盛。老上司对自己的严格，正是一种爱护而这一次在黄州偶遇的陈继常，就是陈希亮的第4个儿子，名陈造，字继常。年轻时的陈继常是个嗜酒弄剑、挥金如土的主，最想当游侠。苏轼曾经撰文回忆说，19年前我在岐山遇到陈造带着2个随从，骑着马带着弓箭游西山。突然有鸟雀飞起，随从追逐射猎，却怎么也射不中。陈造于是跃马向前，一箭就将那鸟射了下来。看到我就和我在马上讨论起用兵和古今成败，豪情满怀的认为自己是一代豪杰。相隔10几年，两人再次相见都已经是人到中年。在这个穷乡僻壤能见到故人，苏轼是格外的惊讶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陈继常也反问道：“你怎么也在这儿苏轼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，苦笑道：“哎，我是被贬到这儿来的，一言难尽都是这一肚子才华惹的祸哈哈。”陈继常一听先是低头不语，继而是仰天大笑：“哈哈，原来是这样我在这儿隐居呢。既然这样，那还废啥话呢？不如到我们家先住几日再说。走。”
这一声热情的邀约，使那段寒冷的时光瞬间有了温暖的颜色。从此呢，苏轼在黄州也不再是孤家寡人了。陈继常将苏轼呢请到家里，苏轼四处打量了一番，只见陈继常的家里四壁萧条，朴素得很。不过呢，妻儿奴仆倒是一副怡然自乐的样子。苏轼一住呢就是5天，陈继常那是好吃好喝的招待着，两个人是说天谈地，越聊越投缘。苏轼不禁感叹，这陈继常也是个有趣之人。原本家在洛阳，有豪华别墅，园林宅舍，雄伟富丽，可与公侯之家相比。在河北呢，还有良田，每年可得上千匹的丝帛收入。可是他统统舍弃，来到这穷山僻壤，住茅屋，吃素食，参禅悟道，不坐车骑马，不穿书生衣帽，徒步来往于山里，没有人认识他，算是个真正的隐士了。当地人见他都戴一顶方方正正的高帽呢，都叫他方山子。此后在黄州4年呢，两人是常来常往，成了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儿。每次串门都要在对方家里呢住上10天半个月，谈佛论道，吟诗作赋，寄情山水。总之两个大老爷们之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趣事，聊不完的话题。两个人呢常常聊到3更半夜，好不快活。陈继常是苏轼在黄州时最好的朋友，没有之一。两人的关系甚至好到让陈继常的老婆柳氏都吃醋了。那柳氏本来就爱吃醋，据说陈继常年轻时为人浪漫，不仅沉迷于风花雪月的游侠世界，更是痴迷于游山玩水的自由生活，还常常用马驮着歌姬随行。这柳夫人的防范意识强呢，也不足为怪了。一次呢，苏轼又跑到陈继常家中待了好几天。这两个大男人共处一室，有说有笑，谈天说地，说到兴头上是开怀大笑。眼看着半夜3更陈继常也没有打算回房睡觉的意思。这柳氏终于是忍无可忍，运起丹田之气，大喝一声：“老陈，你还睡不睡觉了？”吓得陈继常手中的拐杖是应声而落，瞬间大脑失灵，脸上一片茫然。想到当年骑着高头大马，弯弓打猎，英姿飒爽的陈继常，在老婆面前反差如此之大，苏轼笑道：“直不起腰还忍不住把这个事儿写在了信里，顺手发了个朋友圈：“龙丘居士亦可怜，谈空说有夜不眠。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”诗中所说的龙丘居士呢，就是陈继常了。苏东坡就这样把铁哥们儿给卖了，把这件丑事传的是人尽皆知，这就是成语河东狮吼的由来。这柳氏世居河东，所以常以河东呢指代柳姓。佛经中称狮子吼则百寿福，所以佛家用狮子吼比喻佛陀说法时身正一切外道邪说的神威。陈继常好谈佛，但苏轼打趣他分明是最怕老婆的神威。甚至呢，苏轼还把这封信抄送了一份给陈继常，告诉他：“我已经把你这些事儿传告天下了。”这后果就是朋友们纷纷打趣儿，可怜陈继常没在历史上留下游侠或者是隐士的名声，却以怕老婆的名声留名千古了。对此呢，陈继常并不恼火。苏轼呢离开黄州的时候，送行的人都离开了，唯独陈继常又上演了一出加强版的18里相送，从湖北呢一直送到了江西九江，那叫一个不舍呀。听到这儿呢，我们也仿佛都听到了柳氏的那一声大吼：“死老头，你就甭回来了！” 4年后，陈继常千里迢迢的跑到开封呢去看望老朋友苏轼。此时的苏轼正春风得意，一路开挂，处于自己政治生涯的顶峰。而陈继常来访的目的呢，倒也不是为了求得什么一官半职，只是期待着能与知己故交短暂的相聚。老朋友，看到你现在一切安好，我就安心了。可惜呢，好景不长。1094年，苏轼58岁时被贬到了岭南的惠州。要说这陈继常也真够意思。苏轼抵达惠州半年呢，已经有好几封陈继常的信飞到了苏轼的手里，每封信都寄托了满满的思念。兄弟，想你了，我要翻山越岭去看你。要知道从黄州到惠州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远。苏轼都58岁了，陈继常呢，应该也差不多年过花甲了。苏东坡心想，这个老家伙真是不要命了，
急忙写信呢劝阻我在这儿一切都安好，风土食物不差，这里的人呢对我也很亲切。咱们都是胡子一把的糟老头了，还搞这么多的儿女情长的事儿，多难为情啊！别胡思乱想了啊，把那个翻山越岭的主意扔一边吧。这2个人发自心底的关心呢，和亲切自在的交流状态，却是令人感动和羡慕。苏轼和陈继常的这份友谊不禁让人感慨：无论春风得意还是穷困潦倒，真正的朋友永远看到的是你的本质，关注的是你的内心。他与你性情相投，心灵相通，精神契合。在寒冬，他为你带来温暖；在炎夏，他为你带来清凉。不求回报，不图利益，这样的朋友，哪怕一生只有这么一个，也足够幸运了。您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呢？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